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very simple. भारत भी दुनिया की तीसरी सबसे बड़ी अर्थव्यवस्था बनने जा रहा है। हम संकल्प लें।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话说呀，最近这个特朗普啊是盯上印度了，火力那叫一个猛啊，那个架势就跟猫见了老鼠似的呀，恨不得一口吞了。你瞅瞅他那操作啊，又是骂又是威胁的，一套组合拳下来，这个印度那是被揍得晕头转向啊！就在这个前几天8月4号，他又在网上开喷了，直接点名道姓的骂印度啊。那话说道，我跟你学学啊。印度不仅从俄罗斯买了海量的石油，而且还把大部分炼好的油在公开市场上卖掉，赚取暴利。你以为这就完了？那可不是懂王的风格啊！紧接着大棒子就抡起来了。我跟你说啊，以后这个印度卖东西到这个美国啊，关税得涨，狠狠的涨，这个不是闹着玩的。你想想，以后这个印度东西想卖到美国，得先交25%的过路费，这还只是个开始啊！因为啊，你买这个俄罗斯的石油和武器，还得再交一笔罚款。这下这个印度啊，可炸锅了呀！那心情啊，真是又气又憋屈啊！你想想啊，这些年这个印度啊，为了跟这个美国搞好关系啊，那真是下了血本的。尤其是在对付咱们中国这事上啊，这个印度啊，那是把自己当成了西方阵营的亚洲小弟啊。各种献殷勤啊，就差跪舔了。莫迪和这个拜登见面，那拥抱叫一个热烈啊，恨不得当场拜把子啊。这个西方媒体也是跟着吹捧啊，好话都说尽了。这个印度心里啊，美滋滋的。大哥，你看我对你多好啊，鞍前马后的帮你站台，咱们是准盟友，是兄弟啊。结果呢，这个特朗普一上来，管你什么盟友不盟友，什么地缘政治大棋局，他才不在乎呢。他眼里就一件事儿，你让我不爽了，你就得挨揍。所以这个印度现在的心情啊，就跟那句古诗一样：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我把你当成亲大哥呀，你转头就给我一刀，还骂我赚黑心钱，这叫什么事啊？虽然这个莫迪老仙儿本人啊还挺淡定的，只是号召印度人民啊多买国货，搞印度制造，但是他的外交部啊忍不住了，直接甩出了一个6点声明，那叫一个义正辞严啊，指着这个美国和欧洲的鼻子啊，痛骂他们搞双重标准，说话不算数。来，咱们来品品啊，印度这个声明简直就是吵架教科书啊，逻辑清晰，而且是越说越来气。首先啊，这个印度啊，先把自己给摘干净，而且是奉旨买油。这个印度外交部说啊，这个乌克兰一开打，我们从这个俄罗斯买点油，你们美国、欧盟就天天盯着我们呀，跟审犯人似的。但你们知道为啥吗？是因为这个冲突之后啊，本来卖给我们的中东石油啊，都让你们欧洲人高价给抢走了，我们没有油用了呀。这还没完啊，最精彩的来了。当时啊，就是你们美国啊，还鼓励我们去买这个俄罗斯的油，说是为了稳定全球的能源市场。当初是你让我追的啊，现在你又骂我渣。美国呀，美国，你这翻脸比翻书还快啊！你听听啊，这第一点就把这个美国噎得够呛啊。当初为了不让这个油价飞上天，这个美国呀，它确实是默许甚至鼓励这个印度啊去买俄罗斯的便宜油。现在这个市场稳了，你反手就一个大嘴巴子，这不地道啊！然后这个印度就开始反击了啊，指对方虚伪。这个印度说，我们买这个俄罗斯的油是为了啥呀？是为了让我们14亿老百姓能用上便宜稳定的能源，这是国计民生啊，是刚需。但是啊，那些天天批评我们的国家，你们自己跟这个俄罗斯的生意啊做的可欢了，而且跟我们还不一样。你们做的那些生意啊，好多都不是什么生活必需品啊。这话翻译过来就是，我穷啊，我买点便宜米下锅，天经地义啊。你们这帮有钱人啊，一边骂我呢，一边偷偷摸摸的买这个俄罗斯的钻石奢侈品，你们还有脸说我，天理何在啊？光说不练假把式，这个印度啊，直接把这个账本给拍出来了。欧盟，你别看热闹了，说的就是你。2024年，你们跟这个俄罗斯的货物贸易额是675亿欧元，2023年的服务贸易额还有172亿欧元，这比我们印度跟俄罗斯一年的贸易总额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还有啊，你们买的液化天然气，2024年进口量是1650万吨，破了历史记录了呀！
你们买的不光是能源啊，还有这个什么化肥了、矿产了、钢铁了、化工品、机械设备，那是五花八门，啥都有啊！哎，你们买的比我们多了呀，种类也比我们丰富多了，你们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们啊？好家伙啊，这简直就是当众打脸啊！把这个欧盟虚伪的面具啊，一把就扯下来了。骂完欧盟，这个印度啊，转头就对美国说：“美国，你也别装了，你们自己不也一样买俄罗斯的东西吗？你们核电站用的6氟化铀，还有化肥、化工品，不都是从这俄罗斯买的吗？2023年，也就是俄乌冲突啊打得最激烈的时候，美国核电站用的浓缩铀有27%啊是来自俄罗斯，将近1/3啊。这意思就是，美国大哥啊，你自己一边用着俄罗斯的电，一边呢不许我点俄罗斯的灯，这是什么道理啊？最后啊，这个印度做了一个总结陈词，在这种背景下，你们针对印度啊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不合理的。我们跟任何一个大的经济体一样，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这话已经说得很重了啊，翻译过来就是别跟我来这套。我们印度啊不是吓大的，该怎么做我们自己说了算。不得不说，在这件事上啊，这个印度的逻辑啊是站得住脚的，理直气壮啊。那么问题来了啊，这个印度这么有理有据，能说服这个欧洲和美国吗？尤其是能说服这个特朗普吗？我感觉啊，够呛啊，这纯粹就是鸡同鸭讲。因为在这个欧美看来啊，他们的逻辑是另一套，他们的逻辑是我们呢是规则的制定者，我们是裁判啊。我们说要制裁俄罗斯啊，那大家都得听。谁跟这个俄罗斯做生意啊，谁就是拆我们的台，就是帮我们的敌人。至于我们自己为什么可以做生意嘛，那能一样吗？我们做生意啊，那是灵活的外交手腕，那是必要的战略采购。那你们做生意啊，那就是资助侵略者。我们有解释权，你看看啊，这就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而对于这个特朗普来说，他的理由啊可能更简单粗暴，他脑子里的小算盘是这么大的：第一，美国对印度有巨大的贸易逆差，他一看这个数字啊就火大，美国优先嘛，怎么能让这个印度占我们的便宜啊？必须得把这个钱啊给刮回来。第二啊，印度的营商环境对于美国公司来说啊，那就是个噩梦啊。各种什么政策壁垒、官僚主义，想在印度赚钱啊，得先被扒掉3层皮。特朗普早就对这个不爽了。还有这个第三，你印度啊还是金砖国家之一，在这个特朗普眼里啊，这个组织啊就是跟美国唱反调的小团伙，他要对付的就是你。所以啊，你看这个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乌克兰，也不是为了什么国际道义，他就是觉得这个印度啊不听话，还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呢要收拾你。而且特朗普这个人啊，不光要打你啊，还要侮辱你。他之前就痛骂过，说这个印度啊是死亡经济，这个话啊把这个印度人啊都给骂傻了。你想想，印度这些年最大的骄傲是什么？就是这个经济增长快啊！他们天天在这个国际上吹啊，我们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是未来的希望啊。हिंदुस्तान दुनिया की चौथी इकोनॉमी बन गया और तुम्हारा हाल क्या है? दुनिया की चौथी इकोनॉमी बने हैं। किसी को भी संतोष होगा कि अब जापान को भी पीछे छोड़ करके हम आगे निकल गए। और मुझे याद है हम जब 6 से 5 बने थे तो देश में और ही उमंग था, बड़ा उत्साह था, खास करके नौजवानों में। और उसका कारण यह था कि 250 साल तक जिन्होंने हम पर राज किया था ना, उस यूके को पीछे छोड़ करके हम 5 बने。结果这个特朗普一句话就给你定性为死亡经济，这比直接打他一顿还难受啊！这是诛心呀！这事呢也让我们看清一个现实啊。过去呢，这个西方，尤其是这个美国，它确实是把这个印度啊当成了一个重要的筹码，主要就是用来制衡咱们中国的。很多印度精英也乐于当这个筹码，觉得可以左右逢源，两头占便宜。但是呢，这个特朗普他不吃这一套啊，在他眼里啊，没有什么筹码，你就是棋子，棋子呢就得听话，让你往东呢，你不能往西，不然呢，我就先棋盘，把你这颗棋子打飞。
当然啊，咱们也得公平的说一句，印度这次被骂哦，还有一个他在这个声明里啊没好意思提的点儿，也是这个特朗普最不爽的一点儿。你买这个俄罗斯石油就算了，你还把它加工成汽油、柴油，然后转手高价卖给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啊。这操作说白了就是中间商赚差价。这个印度呢，利用自己的地理位置和炼油能力的优势，里里外外赚了2道钱。生意上说啊，这叫精明，但是在政治上，特朗普就觉得你这是在利用我的政策漏洞发战争财，我不能忍呀。所以啊，最后这个事啊会怎么收场呢？我觉得一句话就能概括。就看是这个特朗普赢学厉害呢，还是莫迪赢学更胜一筹了。这俩人啊，那可真的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这都是各自国家赢学领域的顶级大师啊。特朗普那边啊，他写过一本书叫《交易的艺术》，在他的人生字典里啊，只有他占全世界便宜的份儿，哪有别人吃他豆腐的机会啊？他信奉的就是极限施压，先把你给打懵，再给你谈。那莫迪这边呢，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啊。咱们坊间不是有句名言吗？莫迪老先法力无边。你看他执政这么多年啊，什么时候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输过呀？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挑战，他都能通过一番演讲转化成印度的伟大胜利和我个人的英明领导。所以啊，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妙。横的呢怕愣的，愣的呀怕不要命的。现在就是两个呀都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的人呀杠上了，这简直就是一场恶人自有恶人磨的世纪大对决。咱们就静静的看戏吧，看看是这个董王的交易艺术啊能敲开印度的国门，还是莫迪老先的无边法力能抵挡得住这轮关税大棒。好啦，今天就聊到这里啦。你觉得这两个人呀，谁的道行更深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